我生日当天，男友裴少却和小花游轮狂欢。我转头就在微博晒婚戒，金圈裴少嗤笑，这是想逼婚。果然，我妈说的对，娱乐圈的女人野心都大。我郑重其事点了点头，对，野心是不小。后来有狗仔偷拍到一张照片，全是滔天的男人单膝下跪给我穿鞋。当晚，裴少红着眼站在我家门外，求你回来嫁给我，你想要的我全都给你。我嗤笑，我野心太大，你配不上我。井号宋夏跟裴少分手，井号我生日当天热搜炸了。一天没有联系我的男友裴恒被拍到搂着一脸娇羞的林雨婷跳舞。狗仔拍的视频中，豪华的游轮上美酒华服，纸醉金迷。经纪人徐姐急匆匆过来，脸色沉重。那个角色给林雨婷了，裴少追加投资，就为了给林雨婷拿下那个角色。我好说歹说都没用，那个角色是我喝酒喝到胃出血才拿下来的，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就这么没了，被我的男朋友亲手送给了我的对家。如今看来，我就是个笑话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接到了裴恒的电话。不久之前还搂着别的女人跳舞的男人，这回跟我说：“宝贝，生日快乐！一个朋友拿到心仪的角色，我和他们庆祝一下。错过了你的生日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下次我给你补办可以吗？”我看不到自己的表情，不知道是生气、悲哀还是可笑。我还不知道你和林雨婷是好朋友，好到帮他从我手里抢角色，就一个角色而已。裴恒的声音吊郎当，毫不在意的开口：“宝贝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你要是吃醋了，我就再给你送个新角色呗。来，你喜欢古装剧还是现代剧？只要你说，我这就去给你拿回来。”我苦笑一声，心底的寒意一丝丝一缕缕冒了出来。裴恒，你明知道我为了这个角色把小说原著看了10多遍，亲自去跟作者沟通，又和制作人喝到胃出血才拿下来，凭什么？你为了林雨婷把我的所有努力都毁了。听到我的控诉，裴恒声音沉了沉：“宝贝，我说了，如果你吃醋了，就直接告诉我，那个角色我随时能拿回来给你，我甚至还能给你任何你想要的角色。”他又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真的吃醋了？”我有些无力，似乎我们永远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裴恒，你觉得这个是重点吗？那什么是重点？裴恒语气轻蔑：“当初我不同意你进娱乐圈，你偏要进去，现在为了一个角色跟我发脾气。宋夏，我问你，你真那么在乎那个角色？”我攥紧手机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说错了吗？裴恒嗤笑：“你一直在计较那个角色，除了角色，你还在乎什么？”那种无力感越来越深重了。我闭了闭眼，用最平静的语气告诉他：“裴恒，我们分手吧。”裴恒沉默了良久，声音阴狠：“宋夏，你再说一遍，分手。好，你别后悔。”他挂断电话。回到家，客厅里，我爸妈正在和一个男人聊天。男人身穿一袭银灰色西装，说话时俊颜之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冷媚俊朗中又透着与生俱来的高贵。是傅时瑜，我妈的学生，也是我的学长。一开始我妈以为他出身普通家庭，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傅家的人，那个全球顶级豪门的傅家。我听我妈说，他现在已经接管了整个傅氏集团，只不过为人低调神秘，知道这一点的人并不多。这位神秘大佬一直很敬重我妈，都毕业多少年了，还是会经常来看望我妈。我微微一笑，疾步上前：“学长，好久不见了。”傅时瑜站起身，轻点了一下头：“我来看看老师和伯父，他是我妈最得意的学生。”他拿起一边的礼盒走过来：“生日快乐。”“谢谢。”我双手接过，心里不是滋味。男友啊不，前男友裴恒都不记得我的生日，但这位神秘的大佬居然记得，不仅记得，还给我送了礼物。我的心像是被羽毛轻轻拂过，留下涟漪。打开礼盒，里面是一只精致的腕表，充满少女心的裸粉色。这1年多，我一直在拼，都忘了自己的心里也还住着一个小女孩。好漂亮，谢谢你学长，我发自内心的说道。谢谢你记得我们家里人的生日，你喜欢就好。他向我点头笑笑，那我就不打扰你和老师伯父过生日了，先走了。学长再见。我和我爸妈一起将傅时瑜送出门。道别之后，我妈就迫不及待地问我：“你和裴恒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爸也一脸担忧：“我看新闻说你俩分手了，是真的吗？”我掐住掌心，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点头：“是分手了。”视线的角落里，傅时瑜高大伟岸的身影似乎顿了一下。我反射性地看过去，他默了默，才又迈开步伐上了车。进家，家里做饭的张姨就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出来。我妈笑着说：“生日必须吃面。”和裴恒分手的痛似乎都被这碗面给抚平。吃完面，我回到客厅，爸妈这才具体问起我和裴恒之间的事情。我笑笑说没什么，问我爸还缺钱不缺钱。当初我爸和裴恒他爸合伙开发项目，裴恒他爸却突然撤资，导致我爸资金链断裂。为了挣钱，我决定进娱乐圈发展。裴恒不同意，他说我妈不会同意让我娶一个戏子，可我爸妈怎么办？我不能不管他们。也是我进入娱乐圈后，家里公司的资金链有了缓解。裴恒明知道我是因为这个才成为拼命三娘，却依旧将我的角色抢走给了林雨婷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但我已经让徐姐尽快给我安排新的工作了，将这8个月的档期填满。
爸，我今天赚了500万到你的账户里。我扬起唇角，这是我新系的头款，后续的违约金应该还有一些。公司，我摸了一下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爸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关心地询问我，你和裴恒彻底断了。迎上爸妈担忧的视线，我扯唇笑笑，爸妈，你们别担心我很好，还觉得挺轻松的。我和裴恒算是青梅竹马，当然他家是国内顶级富豪，我家那时候还没出世，但也不如他家有钱。我自知身份差异，虽然喜欢，也不敢表白。没想到实习离校最后的一次同学聚会，裴恒竟然跟我表白。那天我很开心，答应了裴恒做他的女朋友。到今天正好是1年07个月。一开始我们2个和普通的小情侣一样，恩爱又甜蜜。裴恒对我很好，我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，他也会摘下来给我。直到裴恒的母亲知道我们在交往，他找到我，给我一张银行卡，这里是1000万，离开我儿子，我当然没要他的钱，并且告诉他我和裴恒是真心相爱的，多么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。那时的我甚至觉得这是对我和裴恒矢志不渝的爱情的考验，只要通过考验，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裴恒变了，他会问我，如果我只是一个穷小子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你更爱我还是更爱我的钱？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妈跟他说了什么，例如我是冲着他的钱去的。从那以后，我便把和裴恒之间的账算得更清楚了。他送我一个包，我便送他等价的礼物，甚至还会高出他送我的价格。虽然家境败落后我有些吃力，但依旧再赌一口气，不想被他妈看扁。有一阶段，我被林雨婷背后的资本打压得喘不过气，接不到好资源。徐姐很着急，她知道我和裴恒在交往，于是提议，你跟裴少说一下吧，他随手帮你一下都胜过你到处求人。我一口回绝，你也别跟他说，那段时间我一直参加饭局，终于在我连命都险些豁出去，喝酒喝到胃出血住院的情况下，拿到了那个很好的角色。然而，但这件事并不是我和裴恒分手的导火索，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面对这段感情，我真的累了，所以跟裴恒分手，我真的觉得很轻松。我爸妈欣慰的点头。分了也好，我去找裴董要项目的后续资金。我爸话说到这，叹息了一声，直觉告诉我，一定又发生什么事了。爸，他为难你了吗？我爸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。裴董以当初没有签订合同，只是口头约定为由，退出了这个项目，导致后续工作无法展开。我爸说不下去了，是我妈接下去的。公司所有的资金都被这个项目套住了，其他项目也无法展开。你爸昨天去找裴董，希望把这件事重新谈一下，因为这件事公司全部精力都在填这个坑。一直到现在，结果他们说咱们一家都是见钱眼开的主，还说你夏夏，所以爸妈也是希望你跟裴恒分开的，但又不希望你伤心难过。我摇摇头，我不伤心，难怪裴恒今天来这么一出，原来他也认为我爸去找他爸要钱是见钱眼开，所以故意给我个教训。我坐到我爸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爸，你放心。还有我呢，我爸微微坐直身子，笑了出来。放心，爸还能再做几年的顶梁柱。我又回到了刚进卷时最困难的那段时间，开始参加各种饭局拿角色。但比那个时候更困难的是，现在我得罪了裴恒，他发话不许任何人给我角色。在接连碰壁之后，终于遇到了一个肯松口的制片人了。他说，我这有一个小成本的网剧，片酬也不高，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先看看剧本，我现在哪还有资格调。谢谢。制片人将随身携带的前3张剧本递给我，我伸手接过，刚翻开第1页，包厢的门突然打开。制片人立刻站起来，脸上满是大大的笑。林老师，您来了，快请坐。我侧头看去，林雨婷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身穿红色紧身连衣裙，趾高气扬地走进来。制片人亲自为她拉开椅子。林雨婷落座，视线落到了我面前的剧本上，随即又问制片人：“你要请宋老师拍戏啊？”制片人点头哈腰的。裴恒带着林雨婷出海狂欢庆祝的消息传出来，现在圈内没几个人敢得罪他的。还在接触阶段，制片人一脸讨好的笑。我当然更希望跟林老师您合作了。我的本子都排到明年了，实在没有档期。林雨婷眼唇笑笑，不过我倒挺佩服你的胆量的，竟然敢请一个得罪了裴少的人拍戏。制片人脸色一白，连忙解释：“林老师，您误会了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裴少作对啊。”他说着来到我面前，一把拿走剧本：“我和林老师有事情要谈，你走吧。”圈内人见风使舵的嘴脸，我这1年多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我起身离开，林雨婷喊住我，笑得纯良又无辜：“真是抱歉，搅黄了你一部戏。”我冷眼看着林雨婷，轻笑了一声：“也难为你大老远跟过来，就是为了搅黄我一部戏。我也不想来啊，可是裴少让我过来，我没办法。”林雨婷叹息了一声：“谁让你得罪了裴少呢？”他又笑了笑：“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呢，裴少现在对我好得不得了。你确实应该感谢我，如果我不把他丢掉，你连垃圾都捡不到。”我说完，不再看林雨婷，越过他离开。送下，林雨婷气急败坏：“我一定让你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。”瞧瞧裴恒的嘴脸，他一直都想让我去示弱，不断地触碰我的底线。真的以为我会毫无底线吗？外面下起了大雨，这里是一家私人会所，建在海边的崖边，离市中心大概要3个小时的路程。天早就黑了，
我打开车门钻进去，启动引擎，却在半路上车子突然怎么都启动不了了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我下车冒着雨检查车子怎么回事。大雨中，一辆黑色的车子在旁边停下。宋夏，男人低沉的嗓音穿透雨幕钻进我的耳朵里。我看过去，只见傅世瑜撑了一把黑伞快步过来，挡去我头上发的风雨。车子出问题了，我点头，熄火了，打不着。你先上车，他示意我上他的车子，我找人处理。上了车，傅世瑜递给我一条崭新的毛巾，擦擦。谢谢。我接过毛巾，一边擦拭头发一边问他，你怎么在这了？他却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，跟前面的司机说，隔板暖气，隔板缓缓升起。夏天的雨虽然没那么凉，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车内的温度缓缓升高，我又道了声谢，不仅仅是因为傅世瑜体贴，担心我冷，让司机打开暖气，也是因为他知道我是艺人，在乎形象，所以升起挡板，隔开了司机的视线。他想得真周到。头发不再滴水了，我放下毛巾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，学长，我把你的车子弄湿了。不碍事，傅世瑜声音哑然。他轻咳了一声，又递给我一条毛巾，身上也擦一擦。我笑着接过毛巾，谢谢。一低头，白色的 T 恤正常看没什么，却因为湿了的关系变得近乎透明，里面黑色的内衣一清二楚。我脸颊刷的一下烫起来，转过头尴尬地闭了闭眼，好想下车。难怪他让司机升起挡板。我拿着毛巾挡在胸口，假装擦拭，又故作轻松地说道，学长，幸好你路过这里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傅世瑜清了清喉咙，我在这附近有一栋房子，你身上都湿了，先去冲个澡，换身衣服吧，要不然会感冒的。我点头，好，至少不用跟傅世瑜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相处。我的手也不能一直捂在胸口。很快到了他的房子，傅世瑜将我带到2楼的一间房门口，打开门，今晚就先在这将就一下，我拿一套我的衣服给你。很快傅世瑜就将他的衣服拿来了，一件 T 恤，这件行吗？是新的。可以，我接过，进去。身后又传来他低沉性感的嗓音，洗漱用品在盥洗台下面的柜子里，洗了个澡，身子干爽了，舒服多了。我穿上傅世瑜的 T 恤，宽宽大大的，穿在我身上像是连衣裙。原来快1.9米的人的衣服大的这么夸张。傅世瑜应该不常来这里，这件衣服他也没穿过，但上面还是带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冷调的清香，应该是负责这里的佣人，每天都会用他喜欢的香料熏屋子。我又把我的衣服都洗了，晾起来，这才犹豫着要不要出去。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呼出一口气，过去开门，身子弓着。学长，我煮了点姜汤。傅世瑜嗓音清冷但是温柔，和他的人一样，总是那么清冷儒雅，仿佛出生就自带一股乌木沉香的味道。我弓着身子跟傅世瑜下楼，餐桌上摆放了一碗姜汤，远远的，我仿佛就闻到了那股辛辣的味道。我最讨厌生姜的味道了。捧起碗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一口气干了。傅世瑜低低失笑，不喜欢生姜。我点头，眨了眨眼，祈求地看着他，能不喝吗？诺。他拿出一块冰糖递给我，看来还是得喝。我屏住呼吸，就差捏着鼻子了，一口气把姜汤喝完，碗都没来得及放下，就赶忙拿过冰糖塞进嘴里，又忍不住咳嗽了2声。家里没有别的糖。傅世瑜眸色熠熠生辉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我点头。浑身上下就穿着一件 T 恤，这样跟傅世瑜相处还真是别扭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傅世瑜一直都是一个沉稳高冷、情绪不外露的人，很严肃的样子。我都没怎么看他笑过。我认识他比认识裴恒还早，不过话却没说过多少。这会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傅时雨却开了口，虽然很抱歉，但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弯了弯唇，学长，你想问什么？傅时雨看着我的眼睛，眸色幽亮。跟你男朋友分手了，他那天听到了。我点头，尽人皆知的事情，没什么可隐瞒的。分了。傅时雨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傅时雨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，犹如平地一声雷，在我的脑子里炸开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猛地抬头看向傅时雨，他没再说话，一直看着我，在等着我的答案。许久之后，我的大脑才恢复运转。学长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傅时雨笑了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他凝着我，纯黑的眸子映着灯光，仿佛外面的风雨都在他的眼中沉寂。我心跳加速，又是好半晌才发出声音，故作轻松地打趣道：学长，你是不是家里催婚催得紧，想找一个人结婚应付家里人呀？我笑了笑，我还接到过这样的本子呢，这叫契约婚姻，等应付完家里人就。我是认真的。傅时雨低沉的嗓音打断我的话：宋夏，我并不是需要一个妻子，我只想娶你。宋夏，我并不是需要一个妻子，我只想娶你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觉，耳边一直回荡着傅时雨这句话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从未想过傅时雨会喜欢我。窗外第一缕晨曦已经打破了天边的黑暗，我是不能睡了，又在床上发了一会呆。我下床去卫生间洗漱，衣物都干了，换好衣服，我又把傅时雨的 T 恤叠好，白天送去干洗。现在才5点多，我下楼准备去厨房看看都有什么，没想到傅时雨起得比我还早，正在厨房备菜呢。
学长，你起这么早啊？傅时雨神色有些不自然。昨晚没睡着，明明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话，却听得我心跳加快，脸颊发烫。其实我想说，我昨晚也没睡着。昨晚他问完我没给他回答，傅时雨便跟我说了晚安，让我早点休息。我想，我确实还欠他一个答案。我走进去，学长，昨晚有点太突然了，我一时间没想好怎么回答你。况且我才刚结束一段感情，还没做好走进下一段感情的准备，所以我明白。傅时雨声音依旧低柔，他的情绪似乎永远都这么稳定，只是神色看上去有些落寞。他笑了笑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准备早餐。我点头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头看他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力量，我突然开口，学长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傅时雨含笑点头，好，我等你。吃完饭，傅时雨递给我一个袋子，衣服，他淡淡一笑，你带回去吧，我也没矫情。接过来，学长，你让人给我准备的，一定很漂亮，里面有一件连衣裙，还有一个盒子。我打开，等一下，傅时雨突然出声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打开了，是内衣裤，白色的，薄薄的，镂空的，一看就是法式的。我看了看内衣，又看了看傅时雨，我俩大眼瞪小眼，尴尬极了。我连忙盖上盒子。傅时雨摸了摸耳朵，看上去甚是可爱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尺寸，所以让他们看着买。他轻咳一声，又补充一句，是家里的女佣帮忙买的。我张了张嘴，从嗓子眼里发出细弱文瑞的声音，谢谢。还有这个，傅时雨又递给我一个红色的盒子。都说最珍贵的礼物往往装在最小的盒子里。我咽了口水，学长，你这是很久之前准备的，不过我不是强迫你现在就把它带上。他上前一步，深深看着我，如果你答应我，我希望你能带着它来见我。好，我伸手接过来，只觉得心脏狠狠撞击着心壁，有一股剧烈的情绪，似乎随时都能从胸口蹦出来。我的车子抛锚了，傅时雨让助理送去检修，然后送到我家门口。我对助理道了声谢，请他进家坐坐。助理微笑着朝我轻轻鞠了一躬，宋小姐再见，我还有工作，就先回去了。我目送着傅时雨的助理离开。和裴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身边的人从来不会对我这么礼貌尊重。他家人觉得我是那种攀龙附凤的人，他的朋友也以为我就是一个借着他的地位跨越阶层的戏子，就连他的佣人也是用鼻孔看我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把这些人对我的态度和裴恒对我的态度混为一谈。现在想想，裴恒身边人对我的态度，不恰恰是他的映射吗？虽然有裴恒的施压，还有林雨婷从中作梗，可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此后，我又参加了好几个饭局，无论我喝多少酒都无济于事。有些善良的人会直接告诉我，是裴少下的命令，不让他们跟我合作。那些圈子里的老油条，当着我的面就嘲讽我。今天的饭局上有裴恒的一个哥们叫徐丽，他往鞋上吐了一口痰，朝我勾勾手，宋夏，你跪下来，把我的鞋舔干净，你想要什么资源我都给你。我冷冷地撤回视线，起身就走。砰的一声，徐丽拍案而起，宋夏，你他妈装什么清高？离开裴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家要破产了，你现在也接不到资源，怎么打算带你爸妈要饭去？你要是有点孝心，就乖乖回来把我的鞋舔干净，我还愿意给你一个机会。我头也没回，拉开门出去。回到家没过多久，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，竟然是裴恒打来的。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一会，接通电话。那边裴恒的声音含笑，一如既往的嚣张狂妄。宝贝，这几天你反省的怎么样了？裴恒自顾说道，只要你说一句你爱我，并跟我承认错误，我立刻给你安排更好的资源。我开始反思，这么多年我到底爱了一个什么人？反思的结果是，裴恒配不上我的爱。你还有事吗？我淡淡的问，接着说道，没事，我挂了，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。宋夏，裴恒变得暴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对你太好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刚要挂断电话，裴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让你说句你爱我，为什么那么难？你是不是也不管你家的公司了？你爸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吧？我死死攥着手机，五脏六腑都开始颤抖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许久之后，我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裴恒，你去死吧！我挂断电话，将裴恒的电话号码拉黑。他想让我求他，跟他服软。做噩梦。仿佛灵光一闪般，我拿出傅时雨放在我这个小盒子，打开，将鸽子蛋一般大的钻戒戴在左手无名指上，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微博，没有配任何文案。从找出戒指到发微博，一气呵成，报复的快感在我心底蔓延开来。微博炸了，我订婚的消息登上热搜第一，后面跟了个爆。徐姐打电话问我，祖宗你在搞什么？我这才反应过来我干了什么，撤回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又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，接通之后是裴恒的声音，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不是不肯承认错误吗？怎么转眼就逼婚了？我妈说的没错，娱乐圈的女人野心都大。
宋夏，你根本不爱我，只是想借着我踏入顶尖的上流社会。我忍俊不禁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你了？裴恒一顿，你发那张戴戒指的照片，不就是向我暗示什么吗？裴恒，你就是个傻逼！我说完，挂断电话。原来说脏话这么爽。刚放下手机没多久，铃声就又响了起来。我蹙了蹙眉，准备继续爽一把，然而电话却是傅时雨打来的。他该不会也看到微博了吧？我心脏狂跳，手机就跟烫手山芋似的。这电话我是接还是不接？我还是接了，并祈祷傅时雨没看到我发的微博。结果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宋夏，我看到你给我的回复了。”紧接着又说：“我好开心，谢谢你。”奇怪的是，所有的尴尬和后悔都在这一刻被一抹叫做悸动的情绪取代。学长，傅时雨低笑的声音传来：“我在。”夏夏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后悔。我紧紧闭上眼，被抓包的尴尬转化为甜蜜，让我不知不觉翘起嘴角。我把手机放到一边，在床上打个滚，才又拿起手机。那个学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说完赶忙挂断电话。我又没睡好觉，前半夜激动，后半夜就变成思考。我对傅时雨应该还不是喜欢吧，只是他那么出色的一个人，这样对我，我心里不可能一点波动都没有。波动退去，还剩下什么呢？一夜无眠，第二天一早，我穿的睡衣，他拉着拖鞋下楼。伯父，这是合同。傅时雨的声音。我站在楼梯的中间，朝客厅看去。傅时雨也侧头看向我，极盛的容颜之上挂着一抹愉悦的微笑。我倒吸了一口气，猛地转身往楼上跑。身后传来我爸的声音：“这孩子怎么毛毛躁躁的？冲澡、洗脸、刷牙，又给自己化了个全妆。”我才出来，一抬头就看到楼梯口站着一抹修长高大的身影。我这一早上心率就没下过250。学长，傅时雨大长腿一迈，挤不过来，低头看着我。昨晚就想过来，但是又怕打扰你睡觉，实在是没忍住，今早就过来了。我的心发出土拨鼠尖叫。他怎么那么会啊？我其实我知道。他笑了笑，你才刚结束一段感情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只要你肯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心下动容，竟然没那么紧张了。傅时雨还带来了合同，他以私人的名义参与我爸那个项目，并提供后续资金。吃完早饭，我和傅时雨在小区里散步。他说：“你别误会，其实我一早就想跟伯父合作，只是担心你觉得我拿钱会给你压力，影响你的决定，所以在你答应我之后，我才送来合同。”学长，我知道你还没答应我。傅时雨停下来，转身看着我，他的身后是一片池塘，荷花开得正盛。但是我觉得我的机会还是很大的，是吗？我低头笑了出来，突然发现我以前对傅时雨一点都不了解，他根本一点都不高冷，反而还挺幽默的。学长，你其实是一个很幽默的人。傅时雨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歧义，我连忙解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给我的感觉不像之前那么高冷了。我又想到一件事情，对了，你那件衣服我拿去干洗了，已经拿回来了，正想着这几天给你送去呢。回去之后，我将衣服交给他，还是背着我爸妈的。怎么感觉像在偷情似的？那条裙子你喜欢吗？傅时雨问。我点头，裙子很漂亮，我昨天还穿了来着。就是傅时雨一顿，就是什么？我低头摸摸鼻子，没什么，不好意思说。宋夏，傅时雨低沉的嗓音响起：“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”我眨眨眼：“什么？戒指能别拿下来吗？”他弯唇浅笑：“至少让我高兴几天。”我张了张嘴，脸颊滚烫，好半晌才吐出一个字：“好。”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安顺遂的过下去，结果第二天，徐姐告诉我，有一个业内的饭局邀请我去参加，看中了我的演技，要找我拍戏。我立马答应。虽然家里的危机解决，但我还想在演艺圈闯出一片天。晚上7点半，我打开包厢门，看到的却是几张熟悉的面孔：裴恒、林雨婷，还有徐丽。裴恒靠在椅背上，一如既往的嚣张狂傲；林雨婷和徐丽分别坐在他的左右。见我进来，徐丽起身拉开椅子：“请坐吧，宋老师。”我看向裴恒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裴恒没说话，倒是他一边的林雨婷开了口：“这不是裴少知道你要结婚了吗？想要恭喜恭喜你。”徐丽嘲讽一笑：“真要结婚了？宋夏，你该不会是走投无路，随便找了个有钱的老头子嫁吧？”林雨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嫁老头子也挺好的，都不用生孩子了。”“你那个戒指拿出来看看呗。”徐丽走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左手，将那枚戒指拿下来递给裴恒：“裴少，你看。”裴恒只是扫了眼那枚戒指，一开始嚣张自摧的神色一点一点阴冷下来，却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阴霾。我拿回戒指，与裴恒对视，仿佛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做到什么程度。余光看到徐丽拿着手机，似乎在查什么，找到了。裴少，你看。他把手机递给裴恒，这枚戒指是3年前一位神秘大佬在曼哈顿的拍卖会上拍走的。他说着又看向我：“宋夏，你该不会真嫁给哪个老头子了吧？”林雨婷阴阳怪气：“又或是太丑了，残疾人。”宋夏，把你老公带出来，我们看看吧。滚！裴恒依旧死死盯着我，声音冰冷到了极点：“你们两个滚出去！”刚才还嘻嘻哈哈的林雨婷和徐丽立刻起身出去。包厢门关上，裴恒站起身，缓步走到我面前。
他突然抬起手，一把捏住了我的下巴。宋夏，你真找了个老头子。我没有动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我和谁结婚与你无关。裴恒笑得残忍，你就那么喜欢钱吗？为了钱，连老头子都肯嫁。他碰你的时候，你不恶心吗？我用力打开他的手，后退一步。还是你更让我恶心。他唇边笑容加深，你真以为你找了个有钱的老头子就能摆脱我了？他又上前一步，拉近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。宋夏，你了解我的，我想要弄死那个老头子，轻而易举。我挑眉，那你试试看。回到家，我又接到了徐姐的电话，我把裴恒的事情说了。徐姐很内疚，连说是自己的错，向我道歉，承诺去谈更好的剧本给我。没关系，以后不理他就是。我安慰徐姐，徐姐的效率很高，过2天说有个本子找到我。他把Word的文档发给我，我看了一下，很喜欢，决定接下来。第2天便签约了，很顺利。可见，就算裴恒的势力再大，也不能只手遮天。剧组早已建成。第2天就是开机宴，傅时雨也来了。我高兴，多喝了点酒，走路都开始东倒西歪，还把鞋给甩了出去，差点跌倒的时候，鼻尖传来一阵冷调的香气。傅时雨结实的胳膊揽着我的腰，无奈的笑笑，把我扶到椅子那边坐下，然后拿过我的鞋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，大掌握住我的脚，动作轻柔地为我穿上鞋子。不知道是谁将这一幕拍了下来，照片在微博上又引起了一阵轰动。宋夏是什么命啊？怎么他的男人一个比一个帅？3分钟，我要知道这个男人的全部资料。哇，宋夏好美，男主角好帅，裴恒也是活的，哈哈，楼上真损。裴少也很帅，好吗？但跟这个一比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！徐姐打电话问我怎么回事，我爸妈也问我什么时候跟傅时雨在一起的。我想跟他们说我和傅时雨还没在一起呢，可是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真的心动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了裴恒的电话，他又换了一个号码打来的。那个男人是谁？听得出来，他有些慌了。这是看到我的男朋友既不是老头子，也不是残疾，他害怕了。那个人是我男朋友，我喜欢他，我们正在交往，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。我挂断电话，又将这个号码拉黑。一转身，一道炙热的吻落了下来。我身子一僵，被傅时雨紧紧搂在怀里，头顶响起傅时雨沙哑性感的嗓音：夏夏，我也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你。翌日，我刚拍完第1场戏，小董就跑过来告诉我，裴恒来了，他一定要见你。我怕闹开，就让他在你的房车里等你。我和导演请了一回假。回到房车上，小董将房车门关上。裴恒紧紧抓住我的双臂，你告诉我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宝贝，你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？我不信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你妈告诉你我贪图你的钱和地位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相信？裴恒双眼通红，紧紧握住我的胳膊，我错了，宝贝，求你回到我身边，求你回来嫁给我，你想要的我全部都给你。我嗤笑，我野心太大，你配不上我。我是爱你的。裴恒情绪激动，宋夏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所以我害怕你不像我爱你那样爱我，但我现在不奢求这些了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我什么都给你。我用力挣开他的手，裴恒，我们不可能了。裴恒一瞬间变得颓然，你真的爱上那个男人了？我无力地闭了闭眼，我们两个走到今天，你真的认为是因为第3个人吗？那你爱我吗？裴恒神色之间闪过痛苦，宋夏，你告诉我，你真的爱过我吗？你现在还来问我这个问题，那只能证明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就是爱过你。他始终不相信我。裴恒摇头，不是的。裴恒，在你选择相信你妈的那一刻，就注定我们之间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事实上，我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努力过。我又后退一步，当初我进入娱乐圈是因为我家里缺钱，我也想过跟你借，可如果我开口了，在你心里我就真的变成了你妈说的那样，是一个爱钱的女人。裴恒愣住了。我继续说，我确实喜欢钱，因为钱能帮我家渡过难关，所以我拼命喝酒，就为了一个角色，甚至喝到胃出血住院。可你呢？你转眼就把那个角色给了林雨婷。夏夏，你听我解释。裴恒神色卑微，是因为你爸来我家里闹，跟我爸要钱，我生气才把那个角色给林雨婷的。他现在说这些话，只让我觉得恶心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可以控制的玩物。那是因为你爸一开始就给我爸设下了陷阱，是他怂恿我爸拿下北山那个项目，说他会负责后续资金。可等我爸资金全部套牢之后，他却退出了。不是的。裴恒喃喃道，难以置信的摇头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以为，夏夏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知道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爱？我笑了。裴恒脸上的痛苦之色越发深重，他双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对不起，夏夏，我承认我很幼稚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成熟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前尘往事都在这一刻释然。裴恒，我不爱你了。裴恒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他定定地看着我，却仿佛与这个世界失联了一般。我最后看了他一眼，转身下了房车。迟来的深情，比草贱。裴恒走了，我再也没见到他。有一天，小董跟我说，老板，林雨婷退圈了。我稍稍感到惊讶。小董又说，是裴少做的。我没有接话。林雨婷不过是被利用的其中一环节而已。当初我要是继续跟裴恒，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林雨婷出现。
小董接着说，裴少进入裴氏集团了，他进公司的第一天便下了死命令，永远都不会再跟徐氏集团合作。徐丽吗？不也当初仗着他的权势才会乱来的？裴恒这会儿装什么好人呢？我对小董笑了笑，我对他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以后他的事情不用再跟我说了。我以为我和裴恒这辈子都不会再联系了，可是偶尔我也会收到陌生短信，只是一句你还好吗，或者是我想你，估计是喝醉了发来的。偶尔也会收到匿名的礼物，不过我没有回过他的消息，他送来的礼物我也都让小董退回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世界里不再有裴恒这个人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拍戏变成了兴趣，我只想做好这件事。还有傅时瑜，1年后，我爸的项目进展得很顺利，找上门来的合伙人越来越多，我也又拍了几部戏，然后辗转电影圈，越来越忙，我还挺开心的。就是傅时瑜最近似乎有些想法。晚上，我带他回到酒店，亲了亲他。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傅时瑜将我安置在他怀里，堂堂傅大佬的脸上竟然闪过委屈的表情。你都没时间陪我了。不等我开口，他就又说，当然，我绝对支持你搞事业，就是发发牢骚而已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哎呦，我家傅大佬可真可爱，我捧起他的脸，我真幸运能看到傅大佬这一面，真没想到白天在别人面前冷冰冰的傅时瑜，这会是妥妥的恋爱脑啊。傅时瑜，我嘿嘿一笑，我们订婚。傅时瑜立刻掏出一枚比鸽子蛋还大的钻戒套在我手上，这事就等着我这句话呢。幼稚，订婚又送这么大的钻戒，那结婚你打算送多大的？傅时瑜认真的说道。先不告诉你，这部戏杀青之后，傅时瑜就带我回家见他的父母了。因为我是傅时瑜老师的女儿，傅时瑜的父母对我的印象好极了，催着我们赶紧结婚。拿下影后的那天，我在台上向傅时瑜求婚了。我们的婚礼很盛大。交换戒指的时候，我眼睁睁看着傅时瑜将一枚小麻将般大小的戒指套在我手上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后来我问过傅时瑜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，他说很久了，但我总觉得你对我的态度很疏远，我又怕吓到你，好几次找借口来找老师，其实就是为了见你一面。但谁知道你不爱跟我说话。他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我抱着他的双手更紧了，哪里是我不想跟他说话，明明就是你冷冰冰的，让人不敢靠近。那时候的傅时瑜的确离我很遥远，我也从没想到，原来他从第一次见我就喜欢了。他还说，我知道你跟裴恒在一起后好伤心啊，差点终身不娶了，还好你分手了，不然我就要出家了。听听，这简直就是资深恋爱脑发言啊。但我喜欢。